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访问塔吉克斯坦之后，塔方仍然拒绝加入欧亚经济联盟。这是什么原因？大家好，我是吕哲。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访问了塔吉克斯坦，他在发表讲话时说，希望塔吉克斯坦很快就能看到加入欧亚经济联盟的好处。然而，法新社报道说，塔吉克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萨马迪后来表示，塔吉克斯坦目前不会考虑加入到这一经济联盟。在我看来，塔吉克斯坦如今这种消极态度和俄罗斯陷入了困境，在中亚地区影响力衰退有着很大关系。欧亚经济联盟在2015年就成立了，这是一个总人口超1.7亿、面积达2000万平方公里的一体化组织。如果塔吉克斯坦加入到这个经济联盟，那么按理来说能够享受到巨大的市场带来的商机，以及在国外投资门槛降低等红利啊。由于塔吉克斯坦的经济相对稳定，不像吉尔吉斯斯坦一样需要为了俄罗斯短期资金援助而匆忙加入这样一个联盟，所以呢，塔吉克斯坦在2015年的时候没急着加入，而是选择了旁观，让吉尔吉斯斯坦在前面试试水。结果这一旁观就看出了问题。吉尔吉斯斯坦在加入欧亚经济联盟后，虽然得到了一些好处，但是也吃了不少亏。欧亚经济联盟的统一关税高于大部分成员国原来的关税，提高的关税导致了成员国的商品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降低。吉尔吉斯斯坦也因此与中国等联盟之外的国家贸易额度同比大幅下降，从联盟得到的好处没能填补上联盟造成的损失。不仅如此呢，欧亚经济联盟刚成立的时候经受了西方国家的打击，因为2014年发生了克里米亚事件这个西方就开始对俄罗斯进行了各种制裁，俄罗斯遭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卢布大幅贬值，这也冲击了欧亚经济联盟。俄罗斯被制裁之后，也无力继续履行之前帮助吉尔吉斯斯坦建设水电站的承诺，导致相关协议最终被迫停止。直到2016年，吉尔吉斯斯坦国内已经出现了退出欧亚经济联盟的声音。这些情况，塔吉克斯坦都是看在眼里的，所以对于加入这个欧亚经济联盟的事情，就是一拖再拖，直到去年俄乌冲突爆发，俄罗斯以及他的盟友受到了西方最严厉的制裁。那去年俄罗斯的 GDP 负增长了2.1%，它的盟友白俄罗斯也被拖累 ，GDP 负增长4.7%。除了俄罗斯、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之外呢，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还有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那这个俄罗斯外长所说的能让塔吉克斯坦获得好处的联盟，它的所有成员国去年 GDP 加起来都不满2.6万亿美元，甚至不到中国的1/6由于战事不顺，俄罗斯的国际影响力也开始在大幅下降，就连它的传统势力范围中亚也有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这些国家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开始动摇，公然和俄方唱反调了。中亚国家们纷纷有了多元化外交的倾向，比如去年中亚国家和美国进行了 C5+1的会谈，塔吉克斯坦还松口让美国参与了中亚5国的联合军演。那这是美国在阿富汗撤军之后首次让军事力量重返中亚的表现，而中国呢也没被冷落，中亚国家纷纷与中国增进友谊，进一步加深"一带一路"的倡议合作，加入中国中亚的合作模式。上个月在西安不是还有这个中国中亚峰会吗？正所谓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在俄罗斯这个大哥日薄西山的情况下，中亚国家这帮小弟起了不一样的心思，也是比较正常的那么与中国中亚这样大有可为的合作机制比起来欧亚经济联盟没有受到塔吉克斯坦的青睐，不足为奇。但是呢，中国也会替俄罗斯把控好中亚这几个小弟的。好，今天吕志观察就是这样，下期再见。